现在已经到了那个 Split， 就是克罗地亚的一个沿海城市。虽然只是1天的旅游，但是今天这2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还蛮 excited。已经换上短袖短裤了，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进行1天的跳岛之旅。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的海滨城市。在斯普利特教堂旁有神圣的尼斯基主教雕像，莱代克里仙宫可以探索古罗马的辉煌。共和国广场则以绚烂的建筑和热闹的市场吸引着游客。沿着美丽的绿瓦滨江大道散步，也可享受轻松的海滨风光。此外，斯普利特是前往达尔马提亚群岛的理想起点。跟团参加跳岛游，则可以前往包括蓝洞在内的美丽岛屿。现在就跟着克罗地亚狂想曲，一起来探索那独一无二的自然美景吧。早上好，踩着那个 Split 的朝阳，参加一个舞蹈游的一个旅游团。从早上7点半开始，然后是持续10多个小时。就相当于是把在这个 Split 周围这些岛啊，比较著名的自然景观，都转一圈，包括当地最有名的一个叫 Blue Cave 的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天然洞穴，蛮长的一个 tour 吧，好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早上的，非常惬意，我蛮喜欢这种小房子的。早上人还是蛮少的，还是非常的空闲。如果在暖暖的夏日的时候，在这地方散步应该非常的舒服，跑步啊、走路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跟团走的话，大概是12人为一组，大家都已经陆续到齐了，基本上。去那个 Blue Cave 之前先要收钱，他那个 Blue Cave 是另外得交12欧元的，而且只收现金，所以如果参加那个团的话，一定要先带好足够的现金过来，否则就可能拒入了。然后其他的那个岛在一起的话，大概是96英镑左右，只有这个 Blue Cave 是另外得交12欧元的，所以我能猜想出这个 Blue Cave 是有人气是有多旺。据说好像进去之前还要排队啊。Okay, you can go. There's no seats here, so. 真的好冷啊！还好我穿了长袖。我终于为什么理解当时我们来之前，那个导游跟我们发信息说，大家一定要穿上长袖，不能穿短袖，因为风真的太大了。它的皮划艇开得很快。大家看我这个发型就知道这风有多大了。早上7点半出发，坐了2个小时才到，真的好远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早上出发的原因，而且风特别的大。说下感觉吧，就是它整个时长虽然是10多个小时，但是基本上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，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。就跟团的话，价格一般来说都要90英镑到100英镑左右。然后你要是只是报那种个别的小岛的话，其实费用也要50-60镑左右。你要想自己一个人去单独的岛的话，可以自己选择船票，当天往返的，就是往返的那种。我们现在要去蓝洞的话，要换成这种小船，所以要排队，因为船只有点不够，大家都在这排队等候。Thank you.
这也太小了。蓝洞在比塞沃岛，这个自然形成的海洞因独特的自然光现象而闻名。当阳光通过水面下的洞口照射进来，洞中的水体会反射出梦幻般的蓝色光芒。蓝洞的参观通常依赖于天气和光线条件，最佳观赏时间通常是在上午时分，当阳光角度最合适的时候。游客需要乘坐小船进入洞内，体验这一神奇的自然景观。由于其美丽而独特的自然特性，蓝洞被认为是地中海地区最迷人的地质奇观之一。这就是科米扎小镇，叫威兹岛。今天是周日，所以感觉很多的商店呢都关门了，还是蛮惬意、很闲，还是蛮安静的一个小镇，适合散个步啊什么的。然后在这附近活动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科米扎小镇位于克罗地亚维斯岛的西部，岛上的建筑风格典型地反映了地中海的风貌。狭窄的石质街道和紧密排列的石房屋构成了小镇的主体。这些古老的建筑物和街道讲述着小镇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故事。此外，科米扎小镇还以其友好的居民和传统的克罗地亚美食而闻名。这里的餐馆和小吃店提供了地道的地中海料理。斯蒂尼瓦海滩是克罗地亚维斯岛上一个隐藏的自然景观，被广泛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海滩之一。这个独特的海滩以其细菌性的地形和清澈的水域而闻名。斯蒂尼瓦海滩被高耸的岩石悬崖围绕，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入口。海滩的入口只有几米宽，从海上看，它几乎被岩石完全遮挡，这也增加了到达这里的冒险感。这种自然形成的岩石门户只有通过小船，或者从岛上步行，通过陡峭的山路才能到达。这也使斯蒂尼瓦保持了一种未被破坏的原始美。蓝色西湖位于德拉沃尼卡岛附近的小岛群中，这个西湖以清澈透明的水质和光滑的沙石底而闻名，是一个理想的浮潜和旅游胜地。西湖的水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淡蓝色和绿松石色，这得益于浅水区的白色沙底反射出的阳光。因为这里的景色非常适合拍照，因此常常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地标。帕米扎海滩被茂盛的松树和仙人掌花园所环绕，提供了自然的阴凉和隐私。这里的海水因岛屿周围的浅滩的存在而显得特别平静，非常适合家庭和寻求安静海滩体验的游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期待过高，还是一些其他别的原因。我觉得这个花了这个将近100英镑的这个价格啊，就是给我带来这个感受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比如说，总共是5个岛的话，它中途有一些地方，比如说海滩啊什么，只是中途经过。然后当他们导游给的理由是因为现在这个海水比较冷啊，不适宜下水啊，不适宜待，或者说是因为特殊的某种原因，然后被保护起来等等等等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应该适当的调整一下价格，或者说是更改一下比较好的一些线路什么的。总体来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像是走马观花一样，转一圈然后就走了。在 Split 跳岛游的最后一站，河瓦尔的这个小镇，
跟之前的几个岛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镇不是无人区，所以这个镇开发的比较好。然后整个镇的这个建筑啊、教堂啊，还蛮有特点的。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会待2个小时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赫瓦尔岛的小镇。小镇的中心是其历史悠久的广场，周围环绕着色彩斑斓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，比如赫瓦尔大教堂。登顶小镇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，它不仅提供了体力上的挑战，还有赏心悦目的美景。最受欢迎的登顶路径是前往拿破仑堡，也被称为斯潘洛拉城堡。它位于小镇的山顶上。城堡建于16世纪，最初是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而建造的。从城堡上可以俯瞰整个赫瓦尔小镇和周围的阿德里亚海。在登顶过程中，可以穿过老城区，沿着石阶小路逐渐上升，可以途经一片橄榄园和薰衣草田。除了其历史和建筑之美，小镇也以其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文化活动而著称。小镇的海滨长廊是夜晚社交的热点，拥有众多时尚的酒吧和餐厅，因此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探访古老的石头城镇，体验地中海的阳光与海滩，品尝地道的克罗地亚美食，享受悠闲的岛屿生活。跳岛游的每一站都有独特的自然景观，虽然有些差强人意，但有时间依然值得来看看。